嗨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耶律律。在20年前的2002年，由麦兆辉、庄文强担纲编剧，刘伟强携手执导的《无间道》3部曲，其耀眼程度就像他的演职阵容一样，囊括了梁朝伟、刘德华、黄秋生、曾志伟、吴镇宇、余文乐、陈冠希、黎明等众多演员，说句众星捧月也不为过。彼时香港电影日渐衰落，《无间道》横空出世，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时候，又接连推出2部续作，造就了这个至今难以超越的系列。不负众望的是，它的确代表了香港电影所有时代的最高水准。好莱坞拿到版权之后，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，小李和呆萌共同演绎的《无间道风云》在79届奥斯卡摘得了最佳影片奖。除此之外，由韩国导演朴勋正执导，李正宰、黄镇民领衔的电影《新世界》更是被看作后《无间道》时代的纲鼎之作。《无间道》正序版时长共计5小时15分，在早期 B 站关于它的分析加在一起就超过300分钟。哪怕这样，该片对于我来说依然具有解读空间。今天就让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次阐述。看过所有版本之后，我更倾向于按照上映顺序观看，因为正序版存在2个问题：一是时长和记忆的关系，容易忽略尿点并混淆视听；二是剥离了信息释放，会缺少悬疑感和情感宣泄。上映顺序及创作顺序更方便我们思考创作者的观点。本期影片我将用3个章节简述3部曲情节，也分析人物困境与挣扎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发车。无间道第1部，黄志诚和韩琛一正一邪，分别代表警察和黑社会2大阵营。为了把工作干成事业，两人不约而同开拓视野，放眼未来，在对方的阵营中安插卧底，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打造黑帮命运共同体。刘建明跟随韩琛不久，被安排上警察学校，以便潜入警局内部。警校中各项成绩优异的陈永仁被黄志诚选作线人，并删除其档案，伪装开除。陈永仁卧底9年，终于成了韩琛的头马。而刘建明凭借韩琛的情报，在警队步步高升。终于在一次毒品交易中，2大阵营以2位卧底为核心，迎来了巅峰对决。结果在交易中，毒品被迫投入大海，韩琛损失了几百万货款，黄志诚则打草惊蛇，无功而返。警局里，韩琛、黄志诚2人各自打量着手下，试图猜测谁是内鬼。此后追查内鬼逐渐成了生死较量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设定，按说都知道对方会查卧底，应该暂时断开联系，但双方谁也不甘示弱，是要查出自己身边的卧底，而追查的方法便是用自己的卧底查对方的卧底。说白了，这不就是赌徒心理？没输干净之前，就一定要放手一搏。再来。说剧本最初构思灵感来自吴宇森在好莱坞执导的《变脸》，该片中的人物动机很简单，有人偷了我的身体，霸占我的家庭。听起来有些魔幻，但冲突的确强烈而有效。相比之下，《无间道》中的人物动机更接近现实和人性本能。查卧底自然少不了街头，陈永仁和黄志诚在天台，刘建明和韩琛在影院。前者光天化日，光明磊落；后者昏天黑地，居心叵测。一明一暗，一正一邪。电影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对立。最终，黄志诚为了掩护陈永仁不幸身亡，刘建明则设局枪杀了韩琛。这其中掺杂的佛教因果论不言而喻。接下来本该是陈永仁与刘建明的对决，可天台说完对不起我是警察之后，却杀出个林国平，将陈永仁一枪爆头。原来韩琛在警队执行了千人计划。原来韩琛在警队的卧底并不止刘建明一个人，据林国平交代，一共有5人。但开篇韩琛在寺庙举杯时，对面却站着7个人，具体数目无法考证。陈永仁无疑是片中最悲剧的人物，明知自己是个警察，却偏要做些古惑仔行径。暴力和野蛮是他的惯常状态，以至于连保镖的标都不会写。也正是这个写错的标字，让他洞察了真相。相比刘建明对于身份的挣扎，陈永仁始终坚信自己是个警察，并以身殉职。梁朝伟凭借忧郁眼神，赋予陈永仁以强烈生命力，让这个完美的形象表现出诸多真实感。尤其是黄志诚坠楼的场景，他的目光和表情诠释着恐惧与悲痛，却毫无表演痕迹。关于港片独特的煽情手段，可以跟前面提到的《无间道风云》做对比。最近有人拿梁朝伟和张颂文比较，用的就是这一段。我只想说，港片是自成体系的电影工业，镜头、音乐以及表演共同发力，来讲述一个故事。反观《狂飙》，只有张颂文的表演是最长的一块板，其余的八面漏水。瞅着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！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。这次比得不错，下次别比了。
第二部虽是续集，按时间算其实是前传。故事开头，黄志诚犹如《教父》中的马龙·白兰度一般，滔滔不绝讲述往事，感叹世道不公时说道：“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”坐在他对面的正是韩琛。早年间他们还亦敌亦友，也许正是黄志诚这个故事改变了之后的格局。此时的韩琛还是社团老大倪坤的马仔，老婆玛丽为了帮他上位，指使刘建明枪杀了倪坤。刘建明正是在这之后上了警校。大佬倪坤一死，社团内4个老大想趁乱反水，却被倪家二公子倪永孝轻松瓦解。4年后，倪永孝羽翼丰满，计划除掉这4个人，为父亲报仇。火烧、枪击、活埋、窒息，每一种死法都被拍出仪式感。倪永孝则坐在警局审讯时，拿出一盘录像带，而录像带内容恰是黄志诚与玛丽开房的过程，恰是黄志诚与玛丽关于杀死倪坤的交涉过程。两组场景对比鲜明，4年前2通电话，4年后不动声色，权力把控和铲除异己都做得滴水不漏。独特的处事风格和领袖气质，让倪永孝成为3部曲中当之无愧的教父形象。如果找个能与之比肩的人，我想大概会是第3部才出现的杨锦荣。这2个人物冷峻克制，但都有明确的底线原则。说句大胆假设，若非风云变幻，2人共同竞选特首也不是没可能。不过后来我推翻了这个假设，因为我们的特首不搞西方那一套。这样2位能独立成篇的角色，却双双死于一枪爆头。杨锦荣先按下不表，单说倪永孝的羁绊，无疑是家庭观念。97来临之际，倪永孝意图洗白，进入政坛。与此同时，黄志诚被警队重新启用，并联合韩琛共同对付倪家。4年前在大排档，黄志诚挑衅倪永孝，导致被灭口，牺牲了陆警官。那时韩琛还是倪家的得力干将，愿意听倪永孝讲故事。4年后又是大排档，2人相互拨通电话，用家人要挟对方。倪永孝举枪抱着韩琛头颅，只听突然一声枪响。这个场景共用了7个镜头，每一个都充满悬疑感。直到最后一刻，观众才弄明白究竟谁杀了谁。弥留之际，倪永孝倒进陈永仁怀中，翻出一个窃听器，可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窃听器藏进衣服，保全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倪永孝这一角色让《无间道》系列从正邪对立上升到人性拷问的高度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第2部的原因。吴镇宇塑造这个角色看似轻松自如，实则大巧不工。斯文的皮囊里裹着一个威猛的灵魂，的确是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谁杀了倪永孝？答案是黄志诚黄 Sir。纵观3部曲中，只有黑帮开枪才会射眉心，警察基本瞄4肢。换句话说，黑帮为了杀人，而警察只为阻止犯罪。黄志诚枪杀倪永孝显然是一次例外。其实教父式的开篇已经有所交代。黄志诚说，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会打那小子的头。可见在他心中，道德体系已经凌驾于法律了，也就是所谓的私刑。按照好莱坞的题材分类，应该归为反英雄人物。他话音刚落，正在胡吃海塞的韩琛定睛愣了一下，这也就解释了他问韩琛的问题，是不是一早就想好了他会干掉倪永孝。有人说，在吃饭中加一点剧情是香港电影的惯用套路。的确，在曾志伟扮演的韩琛身上，这一点得到了印证。他在《无间道》里一共吃了3场饭，第1场毒品坠海，在警局抡饭盒；第2场听黄 Sir 讲故事，走正门；第3场瓦解社团4大佬，涮火锅。仔细分析韩琛这个人物，他不光出场就要吃饭，仿佛做事动机也都为了吃饭。如果倪永孝的座右铭是出来跑，总有一天要还，那韩琛的便是出来跑，总要有口饭吃。出来混，不是你抱人就是人抱你了。韩琛像极了底层摸爬滚打的小人物，不相信任何人，也不依靠任何人。他的逻辑很清晰，先识时务，而后弄风云。黄志诚是个不择手段的警察，凭借一己之力追求心中正确的道德观念，扳倒黑帮发迹的倪家，是他此生最大的功勋。但韩琛集团随之崛起，时代就像车轮一样，碾压着为之奋斗的人们。第3部终极无间增加了2个新角色，第一位保安科深藏不露的杨锦荣，另一位大陆神秘人沈成。他们得知警方卧底陈永仁殉职后，重新对警队人员展开调查，试图找出内鬼为其报仇。其实再早一些，3人就在一次军火交易中初次结识，并见识了韩琛的谨慎与霸道。警队还有内鬼，
并且留有录音带，这对刘建明来说犹如晴天霹雳。他本是无间道上的大赢家，但很不幸，洗白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前面我们说，韩琛在经历几番生死之后，不再相信任何人，于是每次与人通话都会录音，留作危机时翻盘的证据。为了拿到这些证据，刘建明盯上了杨锦荣，并设法从心理医生李欣儿手中拿到了陈永仁的辅导记录。谁知刘建明的一切动向都在杨锦荣的掌控之内。刘建明无数次说他想做个好人，甚至愿意跟陈永仁交换。他在查看心理辅导记录的过程中，渐渐出现两种人格，一个是手上沾满鲜血的刘建明，一个是内心坚定的陈永仁。总之一时间搞不清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。终结篇最可看的也就是刘德华了，他饰演的刘建明剪了短发，在好与坏两种人格间挣扎，甚至有时精分变作陈永仁。他是最契合无间道这一概念的人物，最后关头举枪自杀也没能脱离苦海，正应了第一部开篇《涅槃经》第19卷8大地狱之最，称为无间地狱，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一。除了韩琛之外，他算是最重要的反派角色。年少时被家人扔进这个复杂的世界，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了韩琛，年纪轻轻便策马扬鞭飞奔而出，后来却发现不知道该去哪。善与恶在他身上似乎有机会统一，但观众却眼睁睁看着他被毁掉。明明说好的3章，3章之后又3章，靠，我都快成看片艺术家了。可见无间道系列人物众多，关系庞杂，想要完全理清楚实属不易。第一部单纯讨论正邪较量，无论是剧情还是结局，都超出观众以往认知。第二部世界观最为宏大，在时间维度里探讨人物命运与时代更迭。第三部把正邪对立升华到善恶交融的层面，这远远超出了人物性格与身份背景。相比银河影像善于讨论宿命，无间道系列的成功得益于通过正邪较量找出了善与恶这个永恒命题。但第三部显然还想讨论更多。杨锦荣和沈城的身份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，一般人们认为他们就是警察而已，但片中很多细节都在暗示杨锦荣很可能是祭祀成员，多数任务都与显赫人员有关。关于沈城的猜测是最有意思也最需要脑洞的工作，很多迹象表明他绝不是简单的警察卧底。我也可以谈，我也可以爱国。关于黑社会，我回头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沈城、杨锦荣这两个人物出场，预示着无间道系列本有机会从讨论人物善恶上升到机器善恶。可创作者很明显知道，政治黑金是严重不能触碰的红线。后来的港片《北上》也从行动上证明了这一选择。当思考达到上限之后，便会生出一种无力感，让人觉得那就是命运或者其他什么。这种结果给人的错觉，或许要借用一个句式：小人物才分善恶，国家机器只分对错。无间道3部曲终结，由神秘人沈城之口总结出创作者想告诉观众的答案：事情可以改变人，人改变不了事情。换言之，时代可以改变人，人改变不了时代。这个结论看似正确，却带着一股强烈的虚无感。关于这个看似正确的结论，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说辞。只是善与恶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概念，如果非要把它们对立统一，那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。一个人如是，一个国家如是，一个时代也如是。无论如何，人只能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，如果不想顺从它，不如想办法改变它，哪怕不让时代改变我们也好，至少要做点什么，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荣光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